开始了 ，Let's go。我今天是特地拉你出来骑车的，要走一走这段路，因为我这2天路过，发现我们这段路啊，真的是绿化特别的好，我带你看一看那种非常。我们要介绍一下啊，现在是2024年12月几号？19号吧。这个上海啊，应该是初冬。我们2个呢，现在骑自行车从上海的叫做静安区吧。以前是闸北区的这个地方。一路我们家附近一直骑到虹口区去吃小笼馒头。对，好的。那么王太有个 idea 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啊，上海的市容啊，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我们家这条路附近算是景观路啊，这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色。比如说春天这边是樱花的道路，这确实非常的美啊。然后所以可能因为是景观路的关系，它的这个所有周边的绿化都是搞得非常的有心思吧。我觉得跟这个后面起的一些房地产项目是不是也有关系？所以会装得美美的一点。那就是市政的还是政府出钱嘛。所以你首先看啊，这条路上几乎是你看不到明显的落叶吧，就是不停的有清洁工人在这个维护清扫。我们其实可以算一算，我现在我们骑了这个200米的路段，我已经看到3个工人在不停的捡树叶、扫树叶了。这么说呢，是因为最早的时候上海啊都是有落叶。环卫工人是拿着那种扫把会把它扫干净的。等到后来，我记得有一年，可能已经很早了，有一位这个上海市长说，落叶挺美的，就不用扫了。事实上，我昨天去闸北公园这边喝咖啡，也是看到地上都满是落叶的，就你踩着是有那种树叶的沙沙声的。上海应该是有20几条马路是规定说落叶不用扫，而且是只是针对是这个悬铃木什么这个法国梧桐的那几条路。但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他们垃圾也是混杂在这里面啊，这扫的时候好麻烦啊！哎呦，这个树叶我要留下来不能扫，然后垃圾要把它给扫走。你看我们这条路上种了不少的银杏树啊。在哪里？刚刚已经路过几棵了，黄色的那个金黄色的，现在还好，你看叶子都长在树上，过一阵子真的是会落的地上满地都是。它通常以前是11月啊，10月之后，今年比较入冬晚吧。它那个树形是特别漂亮的，然后树叶也很美，颜色也很漂亮。有时候我以前我们学校进门就有几棵银杏树，还有很多学校也是，像城电啊，我去过的那些，哇，这个当它落满铺满校园的时候。真的是人都会感叹一声好美啊！我们这条路上它种了很多树。到春天的话，除了这边2边的樱花树，还有很多的桃树，桃树开出来也是很美的。是的，是的，很浪漫。樱花大概就是每年在3月吧，是吧？3月底4月中到尾的时候，那个樱花的花期其实很短嘛。就我个人判断，上海也不太适合种樱花，但是确实挺漂亮的那种粉色的。前方的这个建筑吧，上次我们让大家猜，有人猜对吗？王太，你看评论里面。大家以为是图书馆的比较多，还是很像图书馆。其实很接近的功能，但是完全没必要造的这么美的。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完全没必要造那么好。你现在右边你看到吗？这一排的这个已经是杜鹃花了，你看到了美不美？其实它每天早上都会有工人给它浇水，我有观察过。每一棵都浇。早上挂着这个浇水的这个水柱特别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啊，这个就是档案馆，你看这种玻璃的幕墙的建筑，其实是建造是异形的，是很费钱的，非标准。当然我是觉得浪费啊，这个档案馆没有对公众开放的功能，没有必要，可能有吧，但太少了，毕竟不是图书馆。好的，这里一条路我也很喜欢，你看2边的树相互长在一起。你看你抬头看嘛，对吗？对，你看这里是银杏的黄色，中间是绿色。对，而且这里是2种树啊。以前上海种满的就只有法国梧桐啊，像这种，但这个树是很嫩的，你看它那个树干很小啊，直径很小。这又是另外一种吧，对吧？然后前面你看是有一点点咖啡色的、浅黄色的，又是不同的树种。可能是针叶、松树系、松柏系。好，马上就要到那个非常奢华的路口了。我从没注意过哈。今天我开带我游上海一年4季都会在这边停一下，看一下，看看今天又换了什么花。我今天那个真的是太美了。你跟谁来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一个人买菜啊。
还真是啊，不留意，你看这个树又是不一样的，又是不一样的树吧，挺好玩的。你看这一条这个茶花，这是杜鹃花还是茶花？这个路边盆景很长啊，是，就是这一段有，过了马路就没有了。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打赏啊，点赞啊！哎，停一停，好。等一下我说完，为了这个，我们这个啊，手都冻死了，出来骑车啊，我们现在在。好，停了啊！小光头都冻死了。你看，就是这一段，这一段永远是会不会换？你大家看一下啊，美不美？这啥？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它就是各种颜色，那个就像红豆树一样。这个是挺贵的，因为我以前买的，在自己家里用的时候，这一小颗就是有3、4支这个样子，就20块钱一把。哦，哎，所以你看它有好几种，这个一种是吧？对，这是不是蝴蝶兰之类的？这个比较便宜。1种、2种，这是什么月季之类的是吧？杜鹃啊，3种，我不太懂。这个是4种，好多种类。你看美不美？美则美矣啊！我觉得太浪费纳税人的钱了。然后你再到右边，我们可以停下来看一看右边这个所谓的街角花园绿地，你往里面去看一下，它就是我说的，我曾经看到过这边有种一整排的郁金香。啊，现在看不到了，我们大概看一眼吧。好 ，OK。过了这段路，我们就会经过一段比较长的城际路线，因为这边就是比较老的，你看到这个建筑都是上了年头的老公房，不像我们那边是相对比较新的这个商业的这个 residential area。OK。所以它就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法国梧桐树。但是你看这个地上落叶也相对比较少，对吧？维护的还是很整洁的。这里还是蛮整洁的。好，大家在听王太解说的时候啊，也可以看看我左手边的路边，啊，开过去的，凡是这个 plate 是绿色的啊，电动车都是 EV 啊，电动车。现在品牌还特别多啊，各种品牌，连我都说不清楚啊。因为什么？我以前做猎头的时候啊，帮汽车公司找过人的，还找过高管啊，到工程师啊，都找过的。当时研究过很长一阵子汽车，现在发现啊，这些品牌都不认识。啊，你看，包括这个公交车，它也是电动的啊。蓝色的那种品牌呢，就是传统的油车啊 ，gas。然后大家出行更多的人选的是小电驴，就是电动自行车。对，其实挺方便的，就像前面这种啊，它都是普及率很高，叫 e-bike 啊。我爸有一部，你爸也有一部啊。以前上海呢是有摩托车的啊，那后来呢禁摩了，那觉得摩托车污染，或者呢有些不懂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反正把它给禁止了。很多城市都是把摩托车禁止的，更不要说上高速了。那现在上海摩托车呢是非常有限的啊，是总量控制了，不会再增加1张牌照的发放，所以摩托车牌照在上海是极其昂贵的，比车牌要贵多了，开牌要30到40万马币一张啊，这老的人让出来，你才会有一张新的，哎，很夸张。还有老上海葱油饼，我上次订过了啊。吃过了。这多少钱一个？看4块一个，怎么放到网上去订就是7块一个？那网上有营销费用很正常啊，人家还帮你送过来呢。这是菜市了，刚才大家看到一眼，应该只能匆匆看一眼啊。好，你看这条街它整体的绿化，你是什么感受啊？这条就是光秃秃的，就像我的头发一样，减配版，但也是超有绿，对吧？刚才是你的头发，有黑的，有红的。现在是我的。我已经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很久没有骑车了。这是什么？很漂亮，你看，七彩共和心啊，这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一点啊，对我来说是进步啊，朋友们，因为一个地方啊，经济再发达，我往往会关注一个地方的叫设计能力啊，就是你一到海关，你就开始观察它各种 icon 那种 sign， 它的 design 美不美啊 ？design 就是现实到期望的符合程度，是叫 design， 它有一定的功能嘛？哎，那这一点上呢，我以前觉得我们的 design 不够美，现在注重美了啊，有很多漂亮的、好看的、实用的
这个设计放在公共的位置，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了。你现在还冷吗？除了手，大家打赏之后我就不冷了。你看我们的电线也是挺多挺也有的，这是老一点的电线啊，大家看到吗？这是在树木中间穿行。啊，这边也是个菜市，一个巴萨，叫洛平菜市场。我们的 KFC 是长这样的，看它是几经 design 的变迁啊，现在是这样的，比较轻盈的。当心过马路。好的。好，然后这个街道感觉又比较有钱了，你看路边又摆上了小花坛，除了这个行道树，还有小花坛，看到了吗？好，看到吧，这样的小花坛。对。那边呢也有垂直的 planting， 对吧？在墙上的也是各种颜色嘛，这个也增加了绿化的面积。那前两天我们走过这里，我不是还拍照了吗？就是那个是晚桂树，现在还有几朵桂花在上面，有一点点香气。那王太刚才一直说的街道呢，我们来科普一下，它是中国最小的一个行政单位了，叫街道。它往往呢是一小片区域，它比一个区一个 district 要更小。中国呢是街道区啊，市政的区 district 上面呢就是市了啊，是一个 city。在国外呢，在马来西亚也好啊，在美国啊 ，city 都是很小的啊，他们的区，比如说巴达林加亚啦，都是很大的一个啊，往往跟它的政治啊，就是投票区的划分有关系。好，我们回来。哦，有些喘啊，朋友们，如果你听到有喘的声音的话，那是风的声音啊，不是我在喘。我耳朵有点痛了，这个好冷啊！哎，你看这个一条是什么？黄色的这个？看一下，是给电动车公共充电的。哦，看到吧？这个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你看这些都有插座的，上面是防雨的，黄色的标志比较明显，有合理的间隔。这样停在旁边的 e-bike 呢都是可以充电的，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哎，你看这个建筑也是挺有江南风的，像这种就是江南的风范啊。奥迪我发现在大马特别少。好，我们现在要跨区骑了，现在直接就骑到了虹口区。我们现在就已经在虹口区了啊！朋友们，我们在一个区的划界线上啊，这条路过去就是虹口区了。这是我们两个身份证上面出生的这个区啊。哎，现在呢还是以前叫闸尾区，现在叫静安区啊。我们过了马路的，其实在马路的对面是虹口区。这里已经是了，这里也算是吧？啊 ，OK。好，这里已经可以看到那个浦东三件套了。但是这里其实离人民广场市中心啊比较近啊，只有小几公里吧，可能4公里。所以再远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到对岸啊，浦西。这王太刚才讲的3件套呢，就是画面正中间的啊，因为现在大家比较广角，可能看不清。这正中间一根针呢，就是东方明珠。右边是什么？上海中心。上海中心吧。左边那个像开瓶器一样的叫 opener。是什么？金茂大厦。金茂大厦是像竹子一样的。啊，对 ，sorry 啊。现在金茂大厦已经短的看不见了。那个是在陆家嘴，就是浦东突出的一个角啊，这也相当于一个 CBD 一样，很多重要的建筑、金融的建筑都在那里啊，金融区。哇，这里全拆光了。你看这一段就很厉害的哦。厉害在哪里呢？你看这个颜色色调变成深红系了，和黄的放在一起，就真的跟你的头发很像了。哦，我的这些头发就是那个罗拉快跑里面那个罗拉的颜色。对，前面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医院啊，叫地段医院，因为在上海啊，不是在上海，在中国啊，一直是没有私人的诊所的这种的一个机构来解决大家看小毛小病的。这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医院的最初级的形态，最小的一种医院呢，就叫地段医院，在一个社区的，啊，听它名字就知道了。
因为这里就快到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了。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也是，我小时候，一旦生病呢，因为我的喉咙很容易发炎啊，一有问题就要感冒，然后我父母呢就会带我到这里，但当时都要吊水的。然后每次看完病啊，我记得我想起来还要在屁股上扎一针。大家看到很多水泥搅拌车呢，就是因为这里可能有片工地啊，他们都会进来施工吧啊。我跟你这讲，里房子都比较老了，所以呢，看好像很多都在拆迁。我跟你讲，这里有我的以前的回忆哦。这里以前一排沿街店铺，晚上都是那个黄色小发廊。小时候我坐公交车从这边路过的乐趣就是看里面的那些身材非常美的这些女郎。啊，我也是。真的？但那个已经是2000年初了，我觉得，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端啊。所以有一次杨哥说你们赶上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我说是中尾端。为什么呢？虽然我跟我太太都是2006年毕业的，但是呢，我们真的在职场中成熟，已经在2010年之后了。所以那时候可以想象，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已经快要下降了。我刚刚讲那个医院呢，我觉得印象很深啊。出来之后，每次刚刚看完病，哎呀，我妈就带我到旁边的手帕商店啊，那个还是手帕商店，还是那种department store 吧，但不是。有个营业员的，他那个玻璃大柜台上面陈列着一条条好看的手帕。我记得我的爱好就是生完病以后去买一块手帕。那手帕你用吗？好像也不怎么用，我不那么爱卫生。但我很喜欢买手帕，对很漂亮。然后你又不能看到摸到，只能小心翼翼的挑了半天，不好意思的指了一条，我妈就给我买。哎呦，现在想想也是挺有趣的回忆啊。我们这里离我们2个人的高中也很近了。我以前有一段时间为了在早上上学偶遇你，我就绕远路，我就往这段路走。辛苦了啊！从来没有遇上过前面是那个轻轨，这个是3号线和4号线并轨的地方。这是在上面，3号线是吧？在上面穿行的啊。我参加高考以前在这里。我爸以前就这个中学毕业的以前叫红军中学我参加中考，我记错了，我参加中考的时候哇哦，那个已经是30年前了。哎呀，这到我以前的奶奶家了，我就在这边长大的。现在骑着骑着感觉手已经热了，头还是很冰凉的。朋友们，我们的导航很快就要结束了啊。前面就是叫四川北路，以前呢是上海也算是一条景观的商业街，是第3等商业街小淮海路也是比较好，南京东路然后呢就在这里四川北路，但现在就非常落寞了，跟旁边旧的小区也差不了太多了。我们今天呢要去吃一个非常老牌子的小龙的，新开的，是后面几年新开的分行，叫万寿斋，一万的万，长寿的寿，万寿斋。如果大家对小龙感兴趣呢，去看半年前的节目上次回上海给大家拍过的。好，刚骑自行车，脸都红了，鼻子都是冰冰凉凉的，花了3块5，2马币。现在我们就开始去吃小龙啦，拜了个拜，拜了个拜，拜了个拜。